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主演9部待播剧，4部待定档，5部已确定男主演，你最期待哪部？白鹿是从众多90后演员中脱颖而出的女明星，她有梦想又努力，性格好，颜值高，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女演员。她的作品多之又多，其中最令人出圈的是《周生如故》和《王牌部队》，这2部作品是近2年来口碑的好剧。除了这2部之外，她还演了《招摇玉楼春》《半是蜜糖半是伤》《烈火军校》和《长月烬明》等剧。如今这些剧已完全播出，而接下来她还有9部待播剧也相继而来，其中4部已是待播剧，还有5部是待拍剧。第1部《雨尽长安》，白鹿、程毅。《雨尽长安》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大将军之养女与西戎世子的爱恨故事。该剧已确认影视化，是由闪文投、益达影视、恒星引力联合出品，主演是白鹿和程毅，预计在今年11月开机，暂定2024年播出。白鹿出演女主黎霜，黎霜和陆招瑶性格有些相似，同样都是习武弄枪的女强人，而且性格上都带有些温情，只是黎霜看着更有人情味些。程毅来演男主静安，静安是一个2副面孔的黑骑士，白天他化身为小孩，喜欢黏着女主，晚上变身为深黑骑士，为女主杀敌，保护女主不被伤害。黎霜是驻守边疆的冷面女将军，表面上看似强势冷情，实际上内心温柔似水，特别是面对静安对她撒娇求抱时的模样，更是遭不住对她心生柔情。好在静安恢复成熟身躯，化作守护她的骑士，为她战胜沙场，给她一片安宁。从此2人携手共同走完这一生。第2部《白月泛星》，白鹿、敖瑞鹏。《白月泛星》改编自心灵小说《白硕上神》，讲述了将军府嫡女白硕为报恩而立志修仙，寻仙途中意外搭救妖族大神范月，2人不打不相识，从相互利用到互生爱意，双向奔赴。纵然隔着千重困难，但爱足以打破一切限制，拥抱最真的彼此的故事。白鹿饰演女主白硕，白硕是将军府的嫡女，性格开朗活泼，喜欢冒险探索，因从小受到父亲白霄的宠爱和保护，对修仙充满了向往。一次偶然机会下，他救下一只受伤的狐狸，本想收养为宠物，却发现狐狸竟是妖族大神范月。敖瑞鹏出演男主范月，范月是妖界之神，拥有无上的法力和威严，因一场阴谋被困在人界，只能化身为小动物。为了寻找自己的本体和记忆，决定借助白硕的身份和力量，与他结成修仙之约。白卓和范月开始一段奇妙的同行之旅，在寻仙中遇到各种危险和考验，也结识许多朋友和敌人。他们相互帮助，互相成长，互相影响，渐渐地产生了超越友情的感情。然而，白硕和范月的身份和立场让他们很难走到一起。白硕是人族的将军之女，肩负着保卫天下苍生的使命；范月是妖族的至尊，承担着守护万物生灵的责任。他们之间不仅有着种族和界限的隔阂，还有着仙界、妖界、人界的纠纷和利益。他们能否跨越重重阻碍，实现心中愿望？还有又将如何面对自己的感情和对方的真实身份？第3部《公寓白鹿》，陈哲远。《公寓》是一部融合了悬疑、侦探、猎妖等元素的古装幻想剧，同时也是一篇架空唐朝的捉妖文，以架空唐朝为背景，讲述了成王世子令成又和将门之女藤玉意之间一段涉及前世今生的爱恋。白鹿出演女主藤玉意，外表仙姿异貌，内在灵气十足，为人机敏果断，做事从不吃亏，是个有仇必报、有恩必还的机灵女子。父亲藤少手掌实权，任淮南节度使，是威名远播的名将。虽然自幼丧母，
但也是诸围翠绕、众星捧月长大的千金之女。陈哲远出演男主令承佑，皇家贵胄，天之骄子，经才绝艳，意气风发，鲜衣怒马少年郎，个性张扬却不会口无遮拦，行事放荡不羁，但总在心思缜密地搞事业。师从道家的他，学得一身精湛道术，斩妖除魔义不容辞，同时也在大理寺领墨等官吏之职，调查市井悬案也不落人后。滕玉义前世遭人奸人所杀，醒来时发现自己重回到被杀前1年，表姐未死，阿爷健在，还意外获得了一把能斩妖除魔的小牙剑。重生后，他日夜赶路，从大妖手中救下了前世横死的表姐。在这把神剑的帮助下，滕玉义踏上了找寻真相之路。结果因为一次交集，他与成王世子结下梁子，两人不打不相识，从此开始了鸡飞狗跳的并肩捉妖之路。第4部《巢雪录》白鹿，程磊。《巢雪录》改编自潇湘书院小说《权宠之作一妃》，讲述了大理寺青之女沈婉凭借高超的医术和勘验术，携手世子宴识破悬案，寻真凶，最终为父沉冤昭雪的故事。该剧由金牌编剧邹越高深执笔改编，打造一个个骇人听闻、悬念迭起的诡异案件，讲述一段不离不弃、情深似海的美丽爱情。白鹿出演女主沈婉，是玉秀娇女，女承父业，一手剖尸验骨之术藏于深闺17年。她携恨重生，只求杀人偿命为父昭雪，正踏上深渊之路。各式诡谲大案纷至沓来，无头新娘案、枯井沉尸案、黄金大劫案。她除了是大理寺青之女沈婉，还是忠勇侯家九小姐秦婉。因为沈婉死后秦婉复活，这一次她是秦婉，为求公道，让死人说话令生人俯首，若公道不得，管江山翻覆搅天下兴亡。于是决定挽起袖子干，却一不小心惹上个大魔王。大魔王要钱给钱，要权给权，以江山为聘，赠他无上荣宠。第5部《警察荣誉2》白鹿，张若昀。警察荣誉编剧赵东陵透露，警察荣誉2初稿已经完成，还附赠了一个番外篇。番外篇讲述的是10年前的八里河派出所。第2部的灵感来自于观众对第1部作品的批评和建议，主要写八里河那些年轻的警察在进入职场几年之后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赵东陵说，一开始没打算写警察荣誉2，因为该写的内容都在第1部中写完了，但没想到警察荣誉播出后，观众反响热烈，所以才有了第2部的创作。白鹿出演女主夏洁，她是警校优秀毕业生，是前所长夏俊雄的女儿。10年前，夏俊雄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宋菊还说夏洁的父亲因公殉职，所以夏洁接替了父亲的岗位。张若昀出演男主李大为，他是八里河4位新人之一，倒数进入警队的搭头，从小到大考试都是踩线，但是有着可以灵活运用的头脑和敏锐的观察能力，性格乐观活泼。唯一的弱点就是在面对自己的父亲面前，和妈妈多年相依为命。警察荣誉是一部关于普通基层的见习警察成长的故事，故事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特征和成长历程。4个见习警察满怀憧憬，他们努力证明自己，帮助百姓解决问题，最终收获荣誉与成长。第6部《北上白鹿》凹豪。北上改编自作家徐则臣的同名小说，该剧讲述了运河边长大的年轻人从花街到北京，在度过了他们青涩纯真的青春时光，也经历了积极而艰难的北上创业时期。当荣耀或失败都已成为过往之际，他们再次重归运河边的花街，寻找真实自我和人生意义的故事。白鹿出演敢爱、敢恨、敢拼、敢闯的夏凤华，演绎运河沿岸的一代青少年的成长历程，在经历种种困难后，得到了成长与蜕变。剧中的夏凤华是一代90后独立女性，她充满热情，努力奋斗，
毫无保留地绽放自身光芒，在寻求理想和幸福的人生舞台上演绎个人的传奇。而夏凤华也是当前时代中众多闪光的女性创业者的写照，也是一个可以激发年轻人勇气与拼搏精神的励志榜样。欧豪出演男主谢望和，他在一家做本地生活服务的互联网企业上班，而他的好朋友海阔在另一家互联网大厂做工程师。这部剧是以小人物视角，感受烟火味人生，讲述了大运河在新时代的华丽蜕变，展现了以夏凤华等人为代表的当代青年在激越的生命体验中对民族文化的深度认同和对民族精神的传承担当。第7部以爱为营白鹿，王鹤棣。以爱为营改编自乔瑶的热门同名小说，讲述的是撩人技能10级的可爱嗲精郑书意和一开口就单身的霸道总裁时验阴差阳错的浪漫爱情故事。白鹿出演女主郑书意，长相妩媚惊艳，撩人技能满分，表面上是一位金融记者，实则是一个空有美貌和妩媚长相的单纯小女人。她为了报复前男友，勾引第三者的小舅舅，本想直接上位做小舅妈，结果没想到费尽心思却撩错了人。王鹤棣出演男主石燕，是金融圈商业银行总裁，外表冷漠，实际毒舌闷骚。第一次见到郑书意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他，而郑书意却阴差阳错地把他当成小三的舅舅。两人因这次意外相遇而开始了一段错综复杂的感情旅程。最后在他们的相处过程中，石燕逐渐被郑书意的才华和深情所吸引，而郑书意也逐渐被石燕的真诚和独特魅力所打动。然而他们的感情之间却不断受到外界的干扰和挑战。故事中，石燕和郑书意经历了相互吸引、相互猜疑、相互追逐的过程。他们在爱情的道路上遇到了种种困难和考验，但最终他们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和彼此的感情，克服了一切障碍，走到了一起。第8部关于我想告诉你的是白鹿，白羽帆。关于我想告诉你的是用短小的篇幅讲述了一个和爱情相关的故事，轻盈，散发着散文气息。短片中女孩在经受时间洗练后，迎来了自我成长。这一次，她终于可以鼓足勇气，向6年前的男孩说出隐藏在心底的话。6年前，她是台上的乐手，她是小心翼翼将花束交予对方，即将离开北京的女孩。6年后重返故乡，她已经变得足够勇敢和坚定。再次相遇，他们会再次错过吗？6年后，车缓缓行驶在北京老城区的马路上，女孩坐在后座上，看上去若有所思。即将离约定的地点越来越近，她开始有些忐忑。6年前，北京 Live House 内，演出刚结束，台上的男孩不时扫视着舞台下方散场的人，他看上去像是在找人。女孩突然抱着一束花，朝着舞台的方向看过去，眼神锁定在贝斯手男孩身上。男孩眼里有些欣喜，向女孩走了过去。他们面对面注视，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男孩问女孩：“什么时候走定了吗？”女孩回答：“下周一。”两人陷入一阵沉默，失落显于脸上。闪回结束，女孩在来往的街道间，欣喜地看见男孩站在公园前显眼的位置。他看上去和6年前没什么变化。车子突然从男孩身边开了过去，女孩有些害羞和慌张，连忙把头往下埋了埋。车绕着街心公园开了一圈，再一次驶向刚刚男孩所在的位置。这次女孩却没有看到男孩的身影，她被巨大的宿命感包围，觉得一切又和6年前一样，没有改变。终于，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熟悉的街道里，女孩下车向男孩跑去。她察觉到身后的声音，回过头，惊讶中带着笑意。现在，想见的人，想要的爱情，她不会再错过。男孩也这么想。关于我想告诉你的事，讲述了离别与重逢的故事，
一个女孩对暗恋对象、故乡那些未能说出口的浓郁情感，在越过时间之后，再度呈现在众人面前。第9部《宁安如梦》白鹿，张凌赫。《宁安如梦》改编自小说《昆宁》，讲述了曾经的江雪宁无依无靠，因要自保，也因贪婪，她不择手段地谋取权势，处心积虑当上了皇后，却因此践踏了无数真心，与青梅竹马的小侯爷反目的故事。白鹿出演女主江雪宁，曾费尽心机当上皇后，却在宫变中被逼自杀。现在江雪宁的梦想就是远离权力，主宰自己的人生。可阴差阳错，她还是入宫做了伴读，成为帝师谢薇的学生，并且又遇到了同期入宫的薛太后侄女薛淑。江雪宁一边接受谢薇的教导，一边暗暗筹谋，想要阻止燕翎即将面临的血观礼事件。经过江雪宁和谢薇的运筹帷幄，燕家满门性命的保血观礼风波后，江雪宁无意间卷入了朝廷剿灭平南王乱党的计划，与张遮一起深入敌营。危急关头，江雪宁以身为张遮挡箭，但二人终是无法相守。张凌赫出演男主谢薇，是太子少师，菩萨一样的外表，魔鬼心肠。他怀揣着巨大的秘密，承受了最大的恶意，一个人孤独地在世间挣扎。江雪宁只记得前世对他的印象是深不可测，极为可怕。前世谢薇造反成功之后，杀了所有人，却只独留他一人性命困于昆宁。当初江雪宁为了求自保，甚至去勾引谢薇，但那晚过后，江雪宁却轻易勾出了他心底的欲望。虽然是被拒绝了，但这江雪宁知道谢薇还是念旧情的。重来一世，江雪宁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最终的结局。谢薇所有的谋划，他的复仇终究也还是成功了。多年前300童子的死，萧世子的死亡秘密都被揭露，但是唯一不同的结局就是谢薇的结局，她活下来了。这部剧的剧情引人入胜，充满了紧张刺激的情节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江雪宁和谢薇之间的纠葛令人捧腹，还有作者的文笔绝佳，语言幽默风趣，遇到搞笑的情节能让你捧腹爆笑，感动的情节让你热泪盈眶。以上是白鹿主演的9部待播剧，其中《宁安如梦》最受欢迎，还有一部的小短剧关于我想告诉你的事算是 MV。然而以爱未赢将在10月31日正式播出。喜欢白鹿哪部待播剧的可以留言。